面线频道，台湾男子台湾面线频道。今天想介绍的是在台中的西屯市场40年老店蚵仔面线。这间的话，其实之前我有介绍过了，那时候用 short。那我想说来弄一个比较长篇一点点的，红字版这样子。那旧的影片我在想要不要把它关掉，这样我就可以知道说我到底上了几部我吃过的影片。那这间的话呢，我是在访咯。他以前没卖这么多东西耶。我上次吃这间大概是10年前的事情了。那因为后来觉得它味道变了啊，就没有再来吃。那今天特地再来回味一下我的启蒙之店，就童年的回忆。我小时候是我阿妈带我来吃的。我记得我阿公在生病之前，他也有跟我们一起吃过一次，就那么一次的一个印象。那时候他是在西屯市场外面啊，就是从西屯路往西，然后经过西屯国小，那我的母校，然后到西屯市场，就是那时候他是在左手边，是脚尖的位置。那我印象中是一个阿公跟一个阿嬷在卖啦。那很多回忆耶。我还记得小时候很爱，就想要吃辣嘛，然后那时候不太能吃辣，然后我又加了太多辣，然后我就吃不了了。然后我那时候我阿妈就跟我讲说，你看你叫你卖下这里不要多加，就后来我阿妈就帮我吃掉。反正那时候呢，后来他就搬家到右边去了，然后变成那个卷发矮矮的阿姨在卖。那今天变成什么样子呢？其实会有点想知道。店的位置不一样啊，那里面的感觉也都完全不一样了，就是变得更宽敞、更干净。那人手还蛮多的，没有熟悉的面孔那个阿姨好像不是我印象中那个阿姨在卖。不过这阿姨比较客气，比较会招呼客人。我一进店里坐下之后，就马上确认一下我的那个最重要的辣椒还在不在。就看一下桌上，那果然还有，稍微闻一下就那熟悉的气味记忆又回来了。那端上来这碗面线呢是综合面线，它是比较浓的勾芡，那带有一些面粉的味道，那可以吃到蛋花跟木耳。最以前的时期啊，我小时候吃的时候是香菇丝哦，不是木耳。那它的蚵仔的部分一如往常。我小时候都是吃那个蚵仔面线，我那时候还没有吃大肠，那大肠是后来长大才敢吃的。因为我觉得大肠好像很可怕，那其实那时候我都不知道蚵仔其实他家的是这种味道。你没有吃过别间的蚵仔，或是没有吃过真正好的蚵仔，你就永远不知道自己吃的是什么蚵仔，真的是不行。然后我就吃了它的辣椒啊，它的辣椒这个我心中最关键的辣椒跟记忆里面有点不一样就我觉得它炒的没有以前那么香，那还多了一点花椒的麻味。那大肠的部分，它卤的软烂入味，那带有一些八角、中药的香气，而且还有相当内敛的猪味，所以就算不敢吃这个大肠的人，我觉得他应该都会敢吃它吃起来非常好吃啊。整体来讲分量适中，当然它跟以前的我记忆里面还是有所不同了啦。我觉得童年回忆就留在童年的回忆里面好了。下面又进入了杂谈的时间。台湾12月口罩就解封了嘛，不过在外面没戴口罩就竟然有一种赤裸感就被制约了2-3年啊，就觉得习惯真可怕。我最近看了那个白纸革命的报道啊，就白纸运动啊，就是在沦陷区那些年轻人，他要求解封，要选举自由，要言论自由、民主人权这样子啊。这些东西内容我是没有详细看了，就感觉蛮意外的，就跟我印象中的他们很乖巧听从的一个印象，听从政府的印象不太一样。那可能真的是忍受不了了吧。那总之呢，我就看他们在世界各地去争取那个民主自由，就有挺他们的一些人去为他们发声啊。那我听到他们喊出来的话，其实会有点感动又有一个网友说，你禁了一个我，还有千千万万个我。原来白纸这么可怕，A4 的白纸 ，A4 被禁了，还有 A3 啊、B3、B4、B5 之类的。其实台湾的民主也是人民争取来的就很久以前嘛，在台湾早期的时候啦，那时候也有过白色恐怖啊，两蒋时期的时代，这是我个人想法啦。就
当年的那些国民党做的事情，我感觉好像跟现在的共产党差不多，就也是这种集权统治啊、独裁啊，就皇帝说了算这样子。那台湾也是经历过这样的转型，慢慢的才会变成今天的样子。虽然还是很多不足啦，就是真正做事的官员有哪些呢？那哪些只会在那边作秀，大家其实都看在眼里。多数人还是会以自己的利益为优先啊，这也是能够理解啦。总之呢，看到那些沦陷区的年轻人在为自己发声，就觉得说原来沦陷区也有正常人啊。他们讲出来的话就是会比较符合现代人的思维。不过我觉得他们也承认啦，就是他们拥有同样想法的人是极少数，在他们国内。我觉得真的很难如果你从小就一直接受这样的教育长大，就整个环境所有人在你身边都跟你讲同一件事情，而且你还不能够被允许接受不同的资讯，只能看独裁者给你的东西。那时候我去金门玩，在车上就有那个电台会接收到沦陷区的广播。就是在播他们节目，然后就刚好听到很多有点恶心的内容，听完真的会觉得说，哇，世界各国是不是被洗脑了啊？美国好坏，好危险哦，日本也很坏，那境外势力都超坏的，只有党能够保护你，那让你们不变痛苦都是为你好，所以你们要忍耐，只有我能够保护你。这种话真的有人会信但换作是我觉得在没办法得到其他资讯的情况之下，然后从小听到大，说不定我就真的会这样子。因为独裁者就是他会想要把你们塑造成他想要的样子啊。那我最近刚好看一本书，叫做《反智》，是古伦姆斯写的。它里面有提到一段，我觉得蛮贴切，就是他说希特勒的主要规则，我就想要讲几条出来啊。那第一个是说，永远不要承认过失或是错误，然后还有第二点，永远不要承认敌人有任何优点，第三点，永远不接受指责，第四点，一次专心对付一名敌人，把所有过失推到他身上，第五点，人会更快相信一个大谎言胜过小谎言，第六点，只要重复谎言的次数够多，人们迟早会相信。就觉得说这怎么即视感这么强烈啊？我是觉得如果我们没有被培养，甚至去刻意不培养那种逻辑思考能力啊，就不会觉得说哪里怪怪的，哪里有矛盾，也不会从各种角度啊、各种来源啊，用自己的想法去看事情到底是怎样，可能最后真的就只能长那样了吧。欢迎来到 Mickey 的频道。今天想要介绍的是在台中西屯市场的蚵仔面线。那这间的话算是我的启蒙面线店哦，就小时候就吃这间面线。那它好像有搬家了，因为蛮久没有去吃。它厉害的地方是在它的辣酱，它的辣酱的话是自己炒出来的，觉得这个味道是别人难以复制的味道。那它的面线只有在加了这个辣酱之后才完整，才是真正的好吃。